家好，老牛啊，今天给大伙儿分享一下哲一群新推出的这几款头雕。哲一群这边呢，对这几款作品比较自信，希望我能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倒也不用说是怎么去吹，只要能拍出来，让大伙儿能够看到，产品质量过关的话，肯定是会有人喜欢的。当然，也肯定会有人不太能接受第三方头雕的定价，以及说它的这么一个性质。我会在视频里说一下这每款头雕的一个定价，大伙也可以看一下能不能接受。对于头雕的疑问以及说建议，也可以私信我，我每一条都会看的。当然，你看视频如果只是图一乐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几款头雕的一个表现吧。我们先从这款赛迦看起，不知道各位对于这款哲一群赛迦头雕感觉怎么样？满分10分，你们可以打多少分？先给大伙儿看一下 SHF 赛迦的这个原装头雕吧。其实 SHF 这个原头雕我一直觉得做的也还行，就 SHF 这个系列一贯的大灯泡眼让它看起来稍微有点难受。我们拿万代原头和哲一群的对比一下，整体脸型方面，哲一群相较于万代来说是看起来要更加窄的，五官看起来也要更加锐利，或者直接说吧，就是我觉得哲一群它整体的一个还原度其实是很高的。真的，我其实是想找一些问题出来的来表现我这个其实还算是比较客观，但是吧，我尝试了一下，就比如说这个是皮套图啊，这张图大家都见过吧？你拿这个皮套图的脑袋和这个哲一群的脑袋找个角度给它重合一下，然后你就能发现它这个头雕其实对于皮套的还原度真的可以说是很高了。可能是因为我第三方头雕玩的比较少的原因吧，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夸张啊！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啊，这个真的是挺厉害的。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头雕的一些亮点吧，想必各位也发现了，它这个额头部分这一小块是做成了这种透明件的效果，这一处也是还原皮套的一个质感表现。这点的好处就比如说你要在里面加个灯，它整体除了眼睛这一块以外呢，它的额头也是可以亮的，这点依旧是还原的皮套嘛。这一处我觉得还是设计的挺好的。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款赛迦头雕的价格吧，它的一个定价是195，不知道各位对于这个价格怎么看？各位可以打在弹幕或者评论区讨论一下。另外，我这个拿的其实算是一个半成品，大货还会对它的眼睛追加一些纹理，并再加一些渐变色的涂装。反正大货相较于我手上这只来说，应该是只好不坏的。如果你能接受这个价格的话，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看到下面一位哲一群的这个光辉赛罗头雕，先给大伙整体过一下这一款的外观。这边环绕给各位看一下，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头雕还是很正的既然说到这个第三方头雕了，那么难免的就是会拿万代的头雕跟它对比一下有个问题就是万代它的这个赛罗头雕基本上就没有做的好看的，即便是修行甲的头雕，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程度的提升空间的。要不说一个赛罗一个迪迦养活多少第三方手艺人呢？这个头你找一张皮套的图片，依旧是能很好的对应上的，甚至连眼睛上方窥孔的形状都分毫不差。而且它这个黑色的窥视孔，你仔细看就可以发现，它并不是通过一个渗线的方式来还原的，它是做成了这种高低差，让光线进不去，从而形成的这么一个黑色的效果。顺带提一下，这款还把头标做出了拆卸的结构说是考虑到未来某一天赛罗没准会把这个头标给摘下来而这么设计的，还有很多设计上的小细节，这边就没办法深入的展开了。这款光辉赛罗头雕的售价是185，后面大货的话，这个头灯的效果还会接着优化。同样的，你对这款有什么建议，也可以留在弹幕或者评论区。最后我们看到这两款初代 B 脸以及 C 脸的头雕我们首先看到这个 B 脸，前一阵子受到大家的提醒，我也是才注意到初代 B 脸身体部分的花纹以及说它里面塑形的填充物和 C 脸是完全不同的。你要是追求完美的话，用这个 B 脸的头搭配这个初代奥特曼真骨雕的身体，其实是和剧中有一定出入的，这点真的是没办法，只能说万代赶紧把真骨雕的 B 脸给吐出来吧。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这款初代的 C 脸吧，这款是哲一群和 Kimo 老哥合伙监修的，整体还原的是初代 TV C 脸的这么一个造型，但是因为初代真骨雕它整体的一个漆面比较亮，所以说它是这么一个崭新出厂的效果。各位如果喜欢昭和时期的战损风的话，后续说是还会出一个刻痕版本另外依旧是拿这个头和万代的原装头简单做一个对比效果差不多是这样。在了解了很多初代 C 脸相关的这个知识以后呢，我也觉得这个头确实，你别说，还挺有一番风味的。而且它里面也留有安装灯组的空间，配合上这颗头雕眼睛部分的渐变涂装，亮起来以后效果差不多是这样包括刚刚讲过的初代 B 脸也是同理。这两款头雕的一个价格都是185然后第一批已经没有了，第二批的话可能会在8月10号左右出货。然后哲一群后续的企划差不多是这样，各位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蹲一下后续的产品。这是我第一次和第三方合作吧，我也不知道这期视
视频反响会怎么样？反正各位的意见，我包括哲一群都会认真倾听的，希望这边各位能够友好讨论吧。